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仅播6集，夺飙升榜首，不愧是你们盼了1年的黑马古装剧。2025年暑期档还未过半，一部名不见经传的古装剧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空降热播榜前列，强势占据站内飙升榜榜首。它不是头部 IP。也非流量炸场，甚至连主创阵容在开播前也未引发太多关注。它就是江苏卫视与陶厂联合播出的《书卷一梦》。这部剧之所以引发热议，并非单纯依靠平台流量加持，而是真正靠内容力和创新性赢得口碑。它以轻喜剧方式包装古装权谋、穿越重生、娱乐圈讽刺等多重元素，在类型融合与叙事结构上展现出极强的实验性，堪称国剧近年少有的脑洞清奇之作。1. 设定新颖，穿越加剧本杀加无限重生，多重结构激发好奇心。书卷一梦的故事设定极具反套路意味，主角宋小鱼李一桐是一个在现实中小有名气的演员，却在拍摄古装剧的过程中意外穿进剧本世界，化身为命运多舛的剧中女主宋一梦。这一设定不仅带有穿越的原叙事性质，还巧妙融合剧本杀与游戏副本机制。女主每死一次，便重置于大婚当日，进入下一轮循环。从被迫嫁人、被妹妹背叛、被男主南恒刘宇宁氏折磨致死，到一次次机智反抗，探索剧情漏洞，改写命运结局。宋小鱼的觉醒让整部剧充满爽感与讽刺意味。他不再是被虐的工具人，而是剧本系统里的反叛者，用现代观众的价值观挑战虚构世界的不公。这一设定与以往古装剧中常见的女主苦情流形成鲜明对比，也极大契合当下年轻观众对于自主觉醒反套路的偏好。2. 讽刺行业乱象，敢拍敢说，打破偶像剧滤镜。该剧开篇即颇具讽刺意味，一场荒唐的大婚仪式，男主与男二当街争抢新娘，表面是情节冲突，实则是剧组在读剧本时的表演。而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角色设定的荒谬，一个演员同时出演19个角色，从法国厨师到保镖助理，俨然揭露了现实剧组低预算高强度压榨演员的现状。更夸张的是，刘宇宁饰演的男主南恒，其经纪人竟因剧名《清明一梦》不符合南恒形象而怒斥剧组改字换字体。这一桥段虽有戏剧夸张，却精准讽刺了当今娱乐产业中流量至上、艺人包装、剧名讨好艺人等不正之风。书卷一梦的敢拍不仅体现在对剧组内耗的吐槽，更在于对剧本结构的全面拆解。女主穿越后频繁吐槽情节太狗血太离谱，并主动改剧本，用现实逻辑对抗虚构荒唐，形成了一种内嵌观众视角的反叙事架构。3. 角色群像精彩纷呈，多线并进，丰富剧情层次。除了设定吸睛，书卷一梦更成功塑造了多个性格迥异、极具魅力的人物形象。李一桐饰演的双重女主宋小鱼宋一梦，既有现代人理智清醒的一面，也能演绎古代女子的悲苦柔弱。她在剧中不仅负责吐槽，更通过一次次死而复生的反抗，完成女性觉醒的完整弧线。李一桐凭借扎实演技，将喜剧感与悲剧性无缝切换，成功实现角色层次感的跃升。刘宇宁饰演的南恒则打破以往权谋男主的脸谱化形象，融枭雄心术与反差喜感于一身。他对宋一梦既残忍又宠溺，在权力斗争中冷酷果断，对感情则情绪多变，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张力。这种复杂性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。
祝绪丹出演的宋逸厅更是成功演绎了绿茶女配的典范形象。她一句以前是姐夫，现在是老公，以娇媚语气说出最具挑衅性的台词，精准诠释了白莲花的攻击性本质。祝绪丹的表演自然、分寸得当，毫无刻意痕迹，堪称该剧最惊喜的配角之一。此外，王佑硕饰演的楚归红延续其翩翩君子路线，风度与忠诚兼备，与女主形成对照组，提供了温柔备胎与英雄气质的双重魅力。而资深演员陈子涵、王艳的加盟，则为整部剧注入沉稳张力，使得剧集质感不落轻浮。4. 类型融合与节奏控制，构建黑马质感。书卷一梦的成功之处，还在于其在轻喜剧语调下完成多重类型的融合。穿越设定带来奇幻色彩，宫斗与爱情纠葛构成狗血主线，剧组讽刺桥段则加入现实批判。而无限重生与剧本宿命的设定，则直指哲学命题：人是否能摆脱命运？虚构世界是否可以挣脱作者的操控？尽管仅播6集，但节奏之快、情节之密、笑点之多，已经让不少观众直呼上头。而随着剧情深入，主角逐步意识到剧本干预的存在，以及他在整个系统中的试验品角色，更引发了对现实与虚构边界的深层思考。5. 国剧市场的新启示，内容创新才是突围之道。近年来，古装剧市场爆款频出，但同质化问题也日益严重。恋爱加狗血加失忆加误会，早已让观众审美疲劳。而书卷一梦这匹黑马的异军突起，正是其在内容结构上的创新与演绎上的突破。它以看似荒诞的形式，讲述本质严肃的主题，用轻喜剧语调表达对被操控人生的反思。既满足了观众解压的观剧诉求，又提供了思考空间。这种既轻又深的叙事策略，或许正是未来古装剧内容升级的关键突破口。书卷一梦能在竞争激烈的古装赛道中脱颖而出，靠的不是流量，而是诚意；不是套路，而是创新。他用看似疯癫的剧情，包裹着最本真的情感张力，用喜剧语调讲述最尖锐的行业批判与人性挣扎。在剧集尚未播出一半的当下，他已经展现出黑马潜质，或许这正是观众苦等1年才终于等到的那部敢玩、能演、接地气的爆款国剧。